预期寿命是衡量单一生命存活平均长度的统计测量。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自出生起算，称为出生时预期寿命，也常按照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做统计。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经济条件、卫生医疗水平都对人们的寿命有影响。因此，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人类寿命的长短有很大的差异。同时，由于每个个体的体质、遗传因素、生活条件等差异，也使寿命长短相差悬殊。与历史相比，现代人的预期寿命远高于古代人，主要是因为婴幼儿死亡率的巨幅下降所致。世界各地区的预期寿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相当稳定。在1870年之前，预期寿命在30岁到40岁之间波动，一半人口在成年前夭折，婴幼儿夭折率高，是工业时代以前平均寿命低的最主要因素。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在健康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从而延长了人类的预期寿命。流行病学家将预期寿命开始大幅增加的这段时期称为健康转型。健康转型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时间开始。大洋洲的预期寿命在1870年左右开始增加，而亚洲和非洲直到1900年之后才开始增加。从那时起，世界所有地区的预期寿命都翻了一番。截至2023年，全球预期寿命从平均29岁增至73岁，但世界各国平均寿命状况不一，并不均衡。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23年，全球男性预期寿命为 70.8 岁，女性为76岁，平均为 73.4 岁。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差异很大。2023年最高为北美洲的80岁，最低为非洲的63岁。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状况、遗传基因、性别和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环境、饮食、运动、文化、职业、医疗水平等。鉴于这些组成部分中的许多方面在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各国之间预期寿命存在的不均衡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今天，新视野就和大家聊聊截至2023年全球预期寿命排在前列的10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国家之一。据美国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估计，到2040年，西班牙将成为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接近86岁。之所以会获此殊荣，要归因于该国的健康文化。地中海饮食是一种备受当今营养学推崇的饮食模式，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克罗地亚、摩洛哥和塞浦路斯为其代表，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种习惯融合为一，是环地中海的国家所共同享有的饮食理念。地中海饮食普遍颜色鲜艳，在外表上会明显使用红色的番茄、黄色的橄榄油和绿色的植物叶片以组成丰富的色彩，以水果、蔬菜叶子、坚果、豆科植物为最大比例，配合适量的鱼、乳制品、红酒，再辅以相当少的肉，符合现代科学对人饮食结构的研究。相较于高奶制品和肉制品的西欧型饮食，地中海饮食对人类健康的帮助明显更大。西班牙亦是全球医疗体系最好的国家之一，且实施全民医保，只要缴纳社保、申领医疗卡，在公立医院检查、治疗、住院，甚至病号饭都是免费的。出院后，医生会开具处方，患者可自行选择一家药店买药，从根本上杜绝了医生乱开药的现象。西班牙全年至少有300天阳光普照，还拥有7880公里蜿蜒的海岸线。
蓝鳍是高质量海滩及海岸线的标志，而西班牙是世界上拥有蓝鳍海滩最多的国家。城市中空气清新，几乎没有雾霾，被称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度。此外，比起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人更乐于助人，爽朗且健谈。无论是在电梯、地铁还是餐厅里，相遇的陌生人都会互相打招呼问好。这种氛围让西班牙人生活更轻松。西班牙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小，人们更愿意把工作之余的时间花在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上。西班牙每年约有200个节假日，几乎是逢节必休。每年7、8月是西班牙节假日最集中的时期，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人都会去海边度假。这2个月里，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街边报亭，都会放慢工作节奏。足球、篮球、排球水平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实力，而西班牙在3大球上均成绩不俗。这与该国运动便利和人们的积极性高密不可分。市内多处建有足球、篮球、排球等运动场地，球场少有空场，且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运动赛事。大部分西班牙家庭都保持着良好的运动习惯，家长会从小培养孩子的运动兴趣，鼓励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并坚持带孩子锻炼。在家长们看来，掌握一门运动技能，获得强健的体魄，比成绩优异更重要。韩国的预期寿命可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在1960年，平均约为52岁，而如今男性为80岁，女性为87岁，平均为84岁。许多专家预计，到2030年，韩国人的预期寿命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韩国料理主要以米饭、面条、豆腐、蔬菜、鱼和肉类为主，以配菜的数量而闻名。每顿饭都伴随着较多的配菜，其中比较经典的是泡菜，因其卡路里含量低，富含纤维素、维生素和对人体有益的乳杆益生菌，被美国时代华纳健康杂志评为世界5大最健康食品之一。与大多数富裕国家一样，韩国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胃癌的减少。这些进步伴随着过去5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60年的不到100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35990美元。韩国医院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人均核磁共振设备数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4，人均 CT 扫描仪排名第6，每1000人拥有10张病床，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5张病床的平均水平。此外，韩国实施了一项名为国民健康保险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该计划允许向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援助，而无需担心费用。2010年，所有私营保险公司均纳入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其资金来自缴款、政府补贴和烟草附加费。雇员参保个人必须缴纳其工资的 5%， 自营职业者的缴款基于其收入水平。缴款计算考虑了个人的性别、年龄、机动车辆和私有财产。意大利人的生活节奏缓慢，不会过度劳累，生活方式可以很好地释放身体和心灵的压力，同时还享有一流的卫生医疗水平。意大利的撒丁岛被科学家称为蓝色地带，该地区的100岁老人数量非常多。意大利人之所以长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维生素含量较高的水果和蔬菜为特点的地中海饮食，相对于动物脂肪更喜欢橄榄油。有利的天气条件以及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更多的户外活动时间和较少的饮酒量。意大利的成人肥胖率低于 10%， 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为地中海饮食对健康有多种好处。
许多研究表明，橄榄油在地中海饮食的长寿益处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橄榄油已被证明对延长寿命有直接作用，还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较低的动物脂肪和高量橄榄油的摄入，已被证明可以降低患心脏病和血液循环系统问题的风险。而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橄榄油是首选的调味品，每餐都会在蔬菜、肉、鱼还有面食上淋上一些未煮过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饮酒，但与其他国家相比，饮酒量有限。有一些证据表明，每天少量的红酒有益于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它含有有益的抗氧化剂。同时，最有害的饮酒形式在意大利的流行率较低。意大利全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降水量较少，好天气对积极的情绪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意大利人的户外活动比较多，经常在海边游泳和日光浴。事实证明，阳光照射对于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非常重要。维生素 D 不仅具有增加骨密度、改善免疫系统、降低血压、减少哮喘和预防癌症等多种益处，还被证明可以直接延长寿命。压力确实被证明会缩短预期寿命，而更轻松的生活节奏和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可能是意大利人长寿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有助于减轻生活压力。我们看看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这些数据表明，3个国家之间日常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存在3个主要的差异。一是意大利人花在有偿工作和教育上的时间最少，二是花在吃喝上的时间很多，是美国人的2倍。在意大利，饮食大多是与家人和朋友围坐在餐桌旁进行的，这是意大利文化中悠久的传统。三是与美国和英国人相比，意大利人花在见朋友和休闲活动上的时间较多。休闲活动是在户外度过的时间，通常是与朋友或家人一起散步，加强社会联系，接触阳光和锻炼身体。此外，意大利自1978年起实行全民公共医疗，无论其收入如何，公立医院或传统私立医院提供的手术和住院治疗对所有人都是完全免费的。其卫生医疗支出占 GDP 的 9.7%， 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全球一直位居前列。新加坡是拥有热带气候和多元文化的全球金融中心。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新加坡的预期寿命一直在显著增长，这要归功于政府对健康的支持力度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新加坡人的饮食以米饭和多种新鲜蔬菜为主，而不是以大鱼大肉为主，讲究的是多种营养元素。食物相对来说较为少油、少盐、少糖，而且相对于西餐较为单一的选择，新加坡的饮食比较营养均衡。为确保食品安全，新加坡成立了一套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明确的法规规范食品生产加工、进口和批发等环节，实施严格的安全标准和认证制度。除极个别本地特色食品外，其食品安全标准几乎完全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接轨。此外，新加坡也以严格的执法确保相关法规标准落到实处。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存在隐患的整批食品都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新加坡的健身房和公园特别多，每栋公寓都配有游泳池，房屋附近都配有球场、跑道，锻炼身体特别方便。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天气非常适合运动。即使下雨，很快也就停了，雨都是来去匆匆，这是新加坡雨的特点。当地人说，连偷懒的借口都不给你。新加坡人特别热爱跑步，从早晨到晚上，从老人到小孩，楼下时时刻刻都有人在跑步。
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完善，每个居民区都拥有游泳池和体育场。许多游客到新加坡会惊讶地发现，马路上随便坐都不会沾土，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以环境整洁优美而闻名世界。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严格限制抽烟区域，保证市民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在新加坡抽烟喝酒的代价很高，香烟和酒精的税率比其他国家要高很多，而且每年还在一直不停地增税。政府从2017年开始就要求新加坡的店铺必须把香烟放在公众不易看到的地方售卖。更著名的是禁酒令，自2015年开始，每晚10点30分至第二天早晨7点，禁止所有零售商售卖酒类，并且除了指定酒吧外，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喝酒。虽然在2019年开始禁酒令有所放宽，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抽烟喝酒也变成了一种奢侈项目，让公众有效避免了有害健康的陋习，而且酒驾几乎没有。新加坡的空气污染指数非常低，在各种城市宜居排行中总是榜上有名，其森林绿化率高达 50%。宜居的花园城市让大家在这里生活得非常舒心。新加坡的医疗效率排名全球第一，其医疗卫生系统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亚洲最有效的医疗系统。在全球最佳医院排名中，新加坡中央医院亦经常名列前茅。有13家医院和医疗机构获得国际联合委员会品质认证，占获得认证的亚洲医疗机构的1/3。新加坡的医疗一直以高效著称，是最有能力应对重大医疗危机的亚洲国家。很多移民的人士表示，其先进高效的医疗技术也是他们移民的重要原因。成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还可以享受政府的医疗补贴。瑞士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名义财富最高。2021年以来，在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一，在经济竞争力和民主治理等多项国际指标中也表现出色。高质量的教育系统、稳定的经济状况、低犯罪率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都对人们的健康和寿命有积极影响。与所有欧盟国家相比，瑞士医疗保健支出占 GDP 的比例最高。在欧盟的最新统计数据中，瑞士是唯一一个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总额超过4500欧元的国家。人类需要社交，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花时间与他人交往的需求都不会改变。各种研究表明，孤独会对健康造成可怕的影响，而拥有较多的家人和朋友，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据经合组织统计，高达 96% 的瑞士人表示，他们在需要时至少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这与瑞士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瑞士人注重家庭价值观和社交联系，人们通常可以依靠家庭和社区的支持来缓解生活压力。此外，瑞士人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对生活的满意度也非常高。工作可能是许多人的主要压力来源，压力会导致许多健康问题，例如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抑郁症的风险，因此超负荷的工作会缩短人的寿命。经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约 7% 的瑞士人表示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大多数商店周日都关门，这实际上也迫使人们休息一下，而且瑞士的假期也特别多。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瑞士的许多城市都非常适合步行。许多城市也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积极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有明显的好处，包括改善心血管功能和降低疾病的风险。瑞士人普遍重视健康，他们注重锻炼和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瑞士的城市和乡村地区都提供了丰富的户外活动选择，如徒步旅行、滑雪、登山等。
这有助于人们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平衡。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